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让观众在玻璃渣里捡糖吃，还嚼得津津有味。深夜追剧的人大概都懂那种后遗症，明明屏幕暗了，脑子里却全是角色的眼神、台词、细微的颤抖。程毅演的角色尤其擅长这种精神治疗术，从琉璃里被虐时生时世的雨丝凤，到沉香如屑里自求千年的应渊君，观众一边骂编剧心狠，一边忍不住点开下一集。这种矛盾感恰是程毅角色的魔力，他把破碎感演成美学，让观众在玻璃渣里捡糖吃，还嚼得津津有味。角色构建在神性与人性之间走钢丝。应渊君和雨丝凤看似都是美强惨专业户，内核却有微妙差异。应渊的克制是神性的枷锁，天规戒律压着他，连指尖颤动都要计算角度。程毅用收着眼制造张力，被火度侵蚀时，青筋从脖颈蔓延到耳后，捏碎酒壶时鲜血混着酒滴落的速度，连疼痛都带着上位者的体面。而雨丝凤的温柔是主动选择，即便被捅得满身窟窿，低头擦血的动作依然像在整理一朵花。这种差异被程毅精准拆解，神仙动情是业火焚身，凡人动情却是细雨润土。众刷琉璃会发现，丝凤前九世每次死亡前都会用拇指摩挲剑柄，这个动作在第10世变成轻抚旋激发烧的本能。类似的设计在应渊身上更隐秘，当他用仙法修改颜淡的记忆时，原本该结印的右手小指蜷缩了 0.5 秒，这是帝君此生唯一失控的瞬间。程毅的表演像埋彩蛋，初看以为是常规虐恋，二刷才发现他早把角色秘密藏在睫毛震颤的频率里。情感共鸣，当代人的心理代偿。为什么我们会被破碎感狙击？或许因为程毅的角色提供了一种安全的情感代偿。应渊把爱意炼化成苍生大义的模样，恰似社畜把梦想锁进 PPT。丝凤十世渡劫仍信人间值得，堪比打工人被裁员3次还投简历。当现实中的情感越来越像速食泡面，这些极致纯粹的角色成了精神燕窝，观众在弹幕刷他好爱他时，何尝不是在填补自己不敢孤注一掷的遗憾？反差设定，打破套路的反苏密码。程毅最妙的是把苏点藏在反套路里。当仙侠剧流行3界送葬者是霸总，应渊偏要亲手捏碎自己的光环，天刑台上受罚时，他跪得笔直，却把100悄悄铺成莲花状，连狼狈都要体面。丝凤更绝，别人谈恋爱要星星要月亮，他谈恋爱给姑娘递勺，教人类熬的汤，趁热喝。这种以柔克刚的人设反而穿透屏幕，毕竟现实中能精准地温水袋的男人比会壁咚的稀缺多了。行业启示，演技派的特写经济学。影视圈总迷信炸裂式演技，程毅却证明微表情才是流量密码。有导演透露，他在《沉香如屑》中某场戏拍了27条，只为找到眼尾泛红的临界点，多1分变狗血，少1分成面瘫。这种特写经济学正在改写规则，当观众用 0.5 倍速审判演技，能经得住睫毛颤动的演员才是真顶流。就像弹幕说的，别人哭戏用眼药水，程毅哭戏能给你哭出扇形统计图。粉丝心理，双向救赎的追光游戏。考古程毅的采访会发现玄机，他说演丝凤时把灵魂切开了一道口子，粉丝们接住了这道裂缝，把应渊陨落时漫天星辰截图做成公益广告，把丝凤的台词做人真的很难，可你让我觉得值得印在助浓咖啡包装上。这种互动超越了普通追星，更像共同完成一场行为艺术，观众用眼泪浇灌角色，角色以光影反哺现实，最终成全了虚拟与真实互为镜像的奇妙共生。或许程毅的角色能爆火，是因为他摸到了时代的情绪穴位。
当我们在996间隙打开仙侠剧，想要的不是龙傲天开挂，而是看有人在平行时空替我们活得浓墨重彩。应渊君在沉香炉里煅烧回忆时，司凤正用沾血的手指给爱人画眉，这两种极致浪漫本质上都是现代人的自救预言。纵使现实满地碎瓷片，总有人教我们把裂缝拼成星空图。